看科技新闻云里雾里，不如深入代码一探究竟。现在这么糟糕的全球经济环境，还有明显增长空间的领域不多，其中很多又涉及到软件相关的技术，这里离不开程序员这个核心的生产力群体。在程序员生产力这个方向上，微软这个能调动 OpenAI 和 GitHub 的集团正在利用手里的资源做什么？程序员是不是已经过剩，还是有可能因为 AI 走向下一个飞跃？懂不懂代码都不要紧，彪哥在这个视频里带你看懂微软是怎么布局的， AI 生成代码有哪些难点，还有这个领域最顶尖的团队打算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先说结论，从 OpenAI 研发的 Code Interpreter 到 GitHub 全力推进的 Copilot 相关项目的各种细节，可以看出来给程序员开外挂这事情是个基于当前大模型能力就能落实的一个方向。不管是直接生成小型项目代码，还是在大型项目里提高程序员的效率，短期都可能有质的提升。程序员的生产力怎么通过 AI 来实现飞跃，这方面的研究，微软是目前当之无愧的人类最强战力。有两个最重要的资源微软都可以调动，一个是 OpenAI， 目前最先进的大语言模型厂商，微软是 OpenAI 的最大投资方，据外界分析，目前总共投资了130亿美金，以此为基础展开了多方面的深度合作。另一个是 GitHub， 管理着全球最多的代码库，而且拥有着最好的程序员生态。微软在2018年就收购了 GitHub， 这两步大棋结合微软本身强大的云计算业务，让 GitHub 在去年6月份就推出了程序员的超级外挂 Copilot。它可以利用 GPT 的写码能力，直接在你的代码库里帮你生成接下来要写的代码。目前 Copilot 最擅长的就是生成需求清晰的小代码模块。先给大家简单看一下这个感觉。程序员的日常里其实花很多时间在写所谓的 boilerplate， 就是重复性很高，没啥逻辑含量，但又避免不掉的代码。比如说这里，我在 AutoGPT 这个开源项目里随便找个地方，想写个 function 来记录这个叫 AI config 的 class。我用的开发环境是 VS Code， 已经打开 Copilot 了。我只要把这个 function declaration 打出来，然后 Copilot 就开始帮我自动补全代码了。可以看出来做的还不错，这个叫 AI Ghost 的数组它也知道要拆开来一个个 log， 算是做的还行。然后我们再试一下稍微复杂点的任务。我在 AutoGPT 的 roadmap 里面随便翻了个小任务出来。这个哥们的想法是根据用户给的需求，动态生成一个可以服务于这个需求的专家人设。比如说你想让 AutoGPT 出个菜谱，那这个功能实现了的话，就会根据你的需求生成一个厨师人设，然后再用这个人设的 AI 帮你出菜谱。从 prompt engineering 的角度来看，这样出的效果应该会好很多。那这样的一个任务，我们到代码里开始写这个 function， Copilot 看着我这个 declaration 就开始脑补了，出来一堆代码，乍一看有模有样的，但实际上完全不是我们需要的功能。这个功能要实现的话，需要我们自己写一个 prompt 模板，模板里面要求 GPT 根据 task 生成一个相关的人设，然后再把这个人设放到 AI config 里。但 Copilot 写的代码基本是照抄这个文件里另外一个 function， 和我们想实现的东西完全不一样。其实专家人设这个功能，如果在 AutoGPT 这个代码库里稍微找找，是有案例可以参考的。彪哥自己来写的话，有两个步骤肯定省不了，一个是充分的理解需求，还有呢就是会稍微探索一下这个代码库里已经实现的类似功能，然后再开始写代码。所以 Copilot 的问题出在哪儿呢？看过彪哥上一期视频的小伙伴可能会记得彪哥提到过 context size 在 AI 编程上的重要性。这里的 context 指的是 GPT 在回答的时候你给它的上下文， context size 就是这个上下文的大小。举个例子啊，程序员写代码这个事情有点像狼人杀之类的推理游戏，下一行代码怎么写，就像轮到你的回合要说一句话，你要是不记得前几个回合发生了什么，其他人之前说了什么，那你很难编出一段符合逻辑又符合你立场的话。让 AI 写代码也是这个道理，它如果对所在的代码库没有足够的了解的话，一是很难理解需求，二是很难做出符合当前代码库结构的解决方案。给大家简单看一下 Copilot 的原理。它写代码的过程简单来说，就是把你目前打开的所有代码文件和你现在在写哪一行代码给打包起来放到一个合适的 prompt 里，然后去问 GPT 接下来应该填什么代码进去。这时候 GPT 除了这几个文件，对你的代码库里其他东西是一无所知的。就像你玩狼人杀，假如每个回合之后都有人莫名其妙的给你来一巴掌，让你记不住之前发生了什么，那你就算再聪明，也不可能只靠当前回合的信息就说出什么特别有用的话。说到这里，可能有小伙伴在想，为什么不能把整个代码库给 GPT 呢？这里就要说回 context size 这个问题。目前 GPT-4 可以接受最大32000个 token 的 context， 大概1000多行代码。Anthropic 的 Cloud 2 最大可以支持10万 token， 也就是再多几千行代码。
但我们知道，对于很多成熟的软件产品来说，几十万的行代码通常只是个起点，我们是不可能把所有的东西都放进 context 里的。随着 context size 的增加，大模型的训练成本和每次提问的成本都会大幅度上升。而且在 context size 增加的同时，怎么确保大模型的质量不下降，也是目前最前沿的问题。程序员在编程的时候不会把整个代码库都记住，而是通过有结构的思考来快速筛选出和目前任务直接相关的信息。所以 context size 的增长固然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让 AI 在有限的 context 里快速而且精确地找到跟当前任务相关的信息。在这些前提下，我们终于可以来看看微软正在闷头干什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叫 GitHub Next 的网站，顾名思义就是 GitHub 接下来做什么。这是由 GitHub 最顶尖的研究员和工程师组成的团队，他们在探索最前沿的程序员生产力工具。这个网站列出了他们正在做的和将要做的一系列项目，每个项目点进去都有详细的介绍、规划和团队成员。可以看出来，这里面 Copilot 相关的项目浓度非常高 ，Docs、Pull Requests、CLI， 还有就是这个 GitHub Copilot for Your Codebase。这个项目在攻关的就是怎么让 Copilot 理解你的代码库，而不是因为 context 限制只能解决一些有标准答案的问题。因为 Copilot 是基于 GPT 实现的， context size 怎么扩大只能靠 OpenAI 来解决。但 GitHub 这边在提高 context 内容的关联度上有很多操作空间。这个项目的思路是通过 Retriever 来快速找到和当前任务高度相关的代码片段，让 GPT 在帮你生成代码的时候，不仅能看到你正在写的代码文件，也可以看到整个代码库里和当前任务相关的代码。比如说需要用到的 class， 可以调动的 function， 代码库的构架，已经在用的框架，还有之前实现过的功能等等等等，都有可能通过 Retriever 给到 GPT。 这样的功能一旦实现， Copilot 的作用就不会被局限在只能写小 function 和 boilerplate。 像刚才彪哥给大家演示的那个 AutoGPT 想实现的功能，本来可能需要一个程序员一天的工作量，未来的 Copilot 很有可能能找到代码库里其他类似功能的实现方式，然后直接解决问题。这样程序员就只要把精力花在理解需求和审阅还有测试 AI 生成的代码上，把一天的工作变成半天甚至更少。建议感兴趣的小伙伴直接上 GitHub Next 看看，可以了解到这方面最新的进展。说了这么多，彪哥其实就是想通过这两期视频，以程序员生产力为具体例子，让大家感受到生成式 AI 所带来的巨大机会空间，还有其中每个层面能发力的可能性。虽然大语言模型本身的训练和迭代是很少人能参与的领域，但像提高程序员生产力这事情，就算只是围绕着大模型做应用层的优化，包括给大模型提供代码运行环境，或者给大模型提供更准确的 context， 都有可能在实际效果上带来质的飞跃。这些发展看似只跟程序员有关，但其实是个降低编程门槛、提高大众生产力的一个过程。要怎么跟紧技术的步伐，最大化吃到时代的红利，彪哥有些自己的思考，篇幅有限，期待将来与大家一一分享。关注彪哥，带你深入代码，看懂技术发展的第一手消息。